远古种族小男孩指了指楚风，又指了指那座修炼资源所在的地方，旋即小男孩便径直走向那个地方，竟穿墙而入。随我来。见状，楚风赶忙叫着夏星辰与花花飞掠而下，来到了小男孩刚刚穿过的地方。看着那道墙壁，楚风认真观察了一下，他竟看不到任何漏洞，那就是一道墙壁，坚固无比，根本不像是可以进入的地方。楚风，怎么了？花花也是好奇地问道。好像可以进去。楚风说话间便直接走了进去，而那道看着没有任何问题的墙壁，竟真的如结界门一般，可以直接穿过。花花与夏星辰紧随其后的也是踏入其中。哇，这里居然可以进来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花花更是直接赞叹。但很快，花花与夏星辰都愣住了，他们跟随楚风的目光看向了前方不远处的一道身影，正是那个远古小男孩。他是谁啊？怎么好像能看到我们？夏星辰与花花之前并没有注意到这个远古小男孩，所以对于他们而言，此刻乃是与远古小男孩的第一次见面，是他为我们引路，我才知道那个地方可以进来的。楚风说道。啊，那他真的能看到我们？花花与夏星辰更加意外了，毕竟在他们认知当中，这个远古种族并不强大，更何况一个看起来乳臭未干的小孩子。说吧，有什么事？楚风直接道。他意识到小男孩是故意的，应该是有事想与他们说。你们来这里是为了这里面的修炼资源吧？那远古小男孩开口了，别看身材高大，但声音的确是小男孩的声音，奶声奶气的，大概像是还未满10岁的样子。是，楚风道。这里的修炼资源都被苍穹仙宗的人拿走了，但其实有一些残存的修炼资源，虽不及苍穹仙宗拿走的，但对于你们来说应该是也有用的。远古小男孩说话间便转身向此地深处走去。楚风三人见状也是跟了过去。这里外面虽然雄伟壮观，但里面就像是一个巨大的仓库，这里之前到处都存放着修炼资源，如今只剩下了开采的痕迹。跟随小男孩走了一段距离后，来到了一个极为空旷之地，这里应该是此地曾存放修炼资源最多的地方。而小男孩则是将手指向了此地的墙壁，墙壁上有一些熏染过的痕迹，类似煤灰一样的物体堆积在墙壁之上。小男孩指引下，楚风三人都取下一些，认真观察。小鬼，你怎么忽悠人呢？花花狐疑地看着小男孩，严重尽是不满。这里面的确存留着不少修炼资源，品质还不低，但却无法修炼，就像是一个香喷喷的馒头，但里面遍布沙粒。若想将沙粒全部筛出，不仅耗费大量时间，馒头本身也注定会被破坏。小男孩走到花花面前，对着花花的手直接一口弹吐了出去。可花花的修为摆在这，手疾眼快的自然轻松躲过，随后反手一指，一股磅礴的结界之力不仅将小男孩束缚，更是将小男孩压得趴在地上痛苦不已。小兔崽子，这么没素质，揭穿你就吐口水啊！花花一脸怒色。前辈，可楚风则是走上前来，示意花花住手。楚风，别被这小鬼骗了。花花嘴上这样说，但还是收起了结界之力。至于楚风，则是将小男孩搀扶了起来。而此刻的小男孩也是一脸不服的看向花花，是你笨，我可没有骗人，你这小兔崽子真是欠教育。楚风，你让开！花花挽起袖子，嘴上这样说，但却并没有动真格的。毕竟他的实力，若是想收拾这远古小男孩，楚风自然也是拦不住的。但也并非不想教训小男孩，他完全是给楚风面子。若是楚风不许，他是不会出手的。而楚风则是大袖一挥，将手中那部分物体丢到了小男孩刚刚突出的口水之上。刹那间，净光芒普照，当远古小男孩的口水与那物体相融，那物体竟变成了金色。不仅如此，其中的杂质也完全去除，此物当着变成了极佳修炼之物。我去，远古种族的口水竟然还有这种作用！此刻夏星辰也是感到意外，但却是又惊又喜。他之前可从来没有听闻过这种事，因为只有我可以，并且这不是口水，也不是痰，要怎么说呢？蜂蜜你们懂吧？总之，这是我独有的力量，并不脏，却很宝贵。远古小男孩说道。哎呦，小朋友，你可真是深藏不露啊！刚刚多有得罪，可别生气啊！花花走到近前，笑眯眯地说道。他相信小男孩的话了，应该不是谁都可以的。这小男孩确实很特别，不仅能够看到他们，并且还有如此力量。别来这套，我说了，你们帮我一个忙，我才帮你们。小男孩将花花推开，别看他说话奶声奶气的，但是却相对成熟，并不好哄。也不知是远古种族的小孩天生成熟的早，还是这个小男孩自己的原因。你说需要我们怎么帮你？楚风问。将我的族人全部就出去。远古小男孩道。行，回头找机会我们就将你们就出去。花花立刻应下。没有那么多时间了，苍穹仙宗的人觉得我们没有利用价值，准备将我们全部灭口。远古小男孩说道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夏星辰问。他怀疑小男孩说的话，因为倘若此事属实，远古种族应该弥漫着恐慌，但他们表现出来的只是疲惫，并不像是末日临头的样子，应该是苍穹仙宗暗中的计划，被他听到了吧？楚风看向小男孩。是，这也是我能力的一部分，我看得远，听得也远，并且能够穿透结界。远古小男孩说道。他们计划什么时候动手？楚风问。今天，随时。
远古小男孩道：“